老公来月子会所陪床，一向话少的产后修复师突然变得热情似火。她先是夸我老公高大帅气，年纪轻轻就是公司总经理，接着又内涵我靠着整容绑上了有钱人。她给我催乳时，还要语重心长地劝我胸部有假体，不能喂奶，对孩子不好。我懒得计较，便和老公商量起儿子的名字。老公说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，他一定要好好想想。产后修复师却惊呼道：啊，姐姐，你之前不是生过一胎了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闺蜜开了家月子会所，花重金挖了一个产后修复师来，还说这个产后修复师叫甜甜，心善嘴甜，技术超好。为了捧场，我订了闺蜜开的月子会所。原本说好我生孩子时老公全程陪伴，结果怀孕37周时提前发动，老公又远在国外负责重要项目，抽不开身。视频里老公哭得稀里哗啦。青青，我恨不得马上飞回来，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我居然没能陪在你身边。我笑着安慰道：老公，我没事，生个孩子而已，再说有爸妈陪着我，你放心吧。产后第3天，我便转到闺蜜的月子会所。闺蜜在外地考察市场，店里的一位金牌产后修复师负责接待我。刚开始听到我是老板的朋友，金牌产后修复师笑容灿烂，热情地给我安排房间，介绍项目。见我爸穿着背心沙滩裤，我妈穿着朴素的棉麻连衣裙陪护后，产后修复师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。就连我咨询一些问题，她也是爱答不理。爸妈离开后，我想尽快安排修复项目时，产后修复师不耐烦道：大姐，这个项目最近人排满了，没空给你做。随后丢下我独自离开。连续2天，我问他何时给我安排项目，他都是一副高冷不耐烦的样子。被忽视了3、4天，我心里憋了一股火。这天，我正准备让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时，产后修复师突然笑容灿烂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成了嗲嗲的夹子音。我有些搞不清状况，正疑惑间，耳边传来了老公性感的嗓音：青青，我回来了。老公萧晨穿着一身银灰色高定西装站在门边，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身上，给他增添了一份优雅神秘的气息，像极了一朵待人采摘的高岭之花。下一秒，萧晨的双唇落在了我的额头上：宝贝，你受苦了。我刚想跟他吐槽这个产后修复师态度傲慢无礼，产后修复师突然态度热情地上手给我测量身体数据：宝贝，我帮你测一下数据，等会儿再给你量身定做产后修复方案。我个人再送你2次催乳项目，你叫我甜甜就好。原来她就是闺蜜重金挖来的产后修复师甜甜。想到闺蜜对她的推崇，我便点头答应，让她给我测量各项身体数据。她一边给我测量数据，一边打量萧晨，还有意无意地和萧晨找话题聊。萧晨眉眼中透露着疲倦，可还是礼貌地回应着她。见我疑惑地盯着她，甜甜尴尬地笑了笑：宝贝，你老公好帅呀！宝贝，你把衣服脱掉，我要仔细测量数据，不给我反应时间。甜甜直接拉开我的衣服，全然不顾房间的门还大开着。我有些不满，但一想到这是闺蜜的店，便忍下了这口气。她双手接着在我身上各处比划，还自顾自地和我聊天：宝贝，你老公是公司的大领导吗？他好帅好有气质呀，他平时是干什么的呀？我不耐烦地点头回应：
他是上市公司总经理。甜甜阴阳怪气道：“宝贝，你运气真好。”说完，甜甜猛地一把拧住我胸口的软肉，我痛呼一声，直接坐起来推开他。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甜甜慌张地将视线从萧晨身上挪开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刚好瞧见萧晨完美的侧颜和手腕处不经意露出来的百达翡丽腕表。甜甜瞬间红了脸。“啊，抱歉，把你弄疼了。不过宝贝，一般来说，只有胸部植入假体的才会觉得痛呢。”我懒得理会他，没想到他变本加厉，接着道：“说真的，宝贝，你这全身都动过刀，花销应该挺大的吧？你在身上花了多少钱才绑上你老公的？”我气急，一把拍开他的手，问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听到我的声音，萧晨连忙走进来，问我怎么回事。甜甜立马嗲嗲道：“没事没事，我是想说，姐姐好有福气，老公不仅帅气，还这么有钱。姐姐负责貌美如花就行，反正有的是男人给她用钱，哪像我还要自己挣钱养自己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个甜甜是嫉妒我老公又帅又有钱。我觉得有点可笑，我可不是靠男人养的，我家的钱2辈子都花不完。我父母已经退休，把公司交给我打理，他俩就重点花花草草打发时间，所以平时穿着方面都很随意。而我也嫌麻烦，便隐藏身份，让人雇萧晨为集团职业经理人，帮我打理集团业务，所以萧晨一直不知道我们家的真实情况。但是这也不是产后修复师可以明里暗里内涵我的理由。萧晨见没事，又回到外面的沙发上休息。我有点无语，对他说道：“你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如果你不想服务我，就马上换人。”甜甜愣了一瞬，道：“对不起宝贝，我会注意的。现在已经测量完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半个小时后我来给催乳。”半个小时后，甜甜换了一身工作服，不同于刚刚的短袖长裤，这一次她穿了一件无袖背心和粉色超短裙，深深的事业线，浑圆傲人的球体，真是青春又美好的身体。见到我和萧晨打量的目光，甜甜娇羞道：“宝贝，接下来的项目很费劲，我很怕热，所以就换了清凉一点的工作服，你不会介意对吧？明明房间里开着空调，他还需要换如此清凉的衣服吗？”不过一想到是工作服，我也放下了心中的疑惑，点头让他开始。甜甜的技术确实不错，原本因为毒奶疼痛难忍的胸部，在他的手法治疗下，疼痛慢慢减轻。可是渐渐的，我感觉越来越不对劲，我的胸部变得比之前更痛，又痛又胀，痛到我受不了。我忍不住连忙喊停。萧晨听到我的痛呼声，立马跑进来关心我。甜甜见到萧晨后，咬着嘴唇，欲言又止道：“宝贝，我刚刚就说过了，只有胸部植入假体的才会感觉到痛。”我低头看着原本白净的胸部，现在变得红肿不堪。不过说真的，你隆过胸，所以不建议母乳喂养孩子呢，毕竟里面的假体会影响奶水，这样对孩子也不好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一把挥开他的手。我没有做过整形，你反复说我隆过胸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是不懂技术，就换个人来，我不需要你继续服务。还有，你要是再乱说诽谤我，我不介意送你进警局蹲一蹲。我怒气十足，高昂的声音引来了一群围观的人。甜甜跌坐在地上，神情委屈道：“姐姐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只有隆过胸的才……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到现在了，他还在乱说。我抬手指着甜甜的鼻子，准备骂他。萧晨走过来，抱着我安慰道：“宝贝，消消气，
你和一个产后修复师置气干啥？别气坏了身子。在萧晨的安抚下，我平复了心情，瞪了地上的甜甜一眼后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告诉闺蜜，这个产后修复师人品有问题。甜甜见我消气，又凑上来说要替我进行下一个项目，我直接摆手拒绝，不用，我要求换人。听到说要换人，甜甜有点着急道：“宝贝，不要，如果你申请换人，那我这个月的奖金就泡汤了，求求你，可怜可怜我吧。”我态度坚决要换人。甜甜又把目光投向萧晨：“哥哥，你帮我劝劝姐姐吧，我一个人挣钱不容易，我不能失去这笔奖金。”甜甜双目含泪，双手抱在胸前做祈祷状，在双手的挤压下，原本深深的事业线变得更加深不见底。萧晨移开目光，走过来抱着我，亲亲老婆，要不然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感觉他挺可怜的。我直接拒绝。萧晨面色难看，为了缓和气氛，我转移话题：“儿子还没取名字，我们来想想给他取个名字吧。”萧晨顿时来了兴趣：“对呀，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一定要好好想想。”原本走到门口的甜甜又掉头看着我们，惊呼道：“啊，姐姐，你之前不是生过一胎了吗？”说完之后，甜甜猛地捂住嘴巴，像是一不小心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般。她湿漉漉的小眼睛在眼眶里来回转动，像是在极力地想着如何补救。刚刚围在门口的吃瓜群众也凑得更近，生怕一不小心就错过一个劲爆大瓜。萧晨也不解地看着我：“青青，什么情况？”我失望地看着萧晨道：“萧晨，你不相信我？”萧晨抿着嘴巴，转头避开我的视线。我被气笑了。我整理好衣服，走到门口，对着甜甜道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”甜甜像是受到惊吓般，猛地躲到萧晨身后。我推开萧晨，抓着甜甜的手，逼她与我对峙。“我什么时候在哪儿生了一胎？”甜甜支支吾吾半天，就是2年前，在安琪儿医院。我当时上门做产后修复，碰到了你在产房里抱着孩子。见萧晨紧锁的眉头后，他仿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又大声说道：“而且看你的盆底肌检测数据，就知道你生了不止一个孩子。你全身上下都动过刀子整过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说不定之前就是当小三小四，想着靠生孩子上位呢。萧晨哥哥，你可不要被他骗了，像他这样整容，怪是配不上你。你有钱又帅气，值得更好的女人陪伴你。”门外的吃瓜群众围在一起窃窃私语，许多人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，更有人已经在开口骂我：“不要脸的小三，小三怎么不去死呀？真想打死小三！”听到众人的咒骂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手机对着他的脸开始拍摄。“你说我之前生过一胎孩子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说我全身动过刀子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说我当小三小四，你有证据吗？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那就做好蹲大牢的准备，毕竟你造谣诽谤我，够你去警局蹲一蹲了。”听到要蹲大牢，甜甜慌了神：“姐姐，我可能看错了。”“看错了？那不行，你现在就去调监控，看清楚。如果你不说清楚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。”甜甜连忙摇头。这时，在外地考察市场的闺蜜终于回来了，她铁青着脸让店长疏散人群，随后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我把整个事情原本地告诉闺蜜，闺蜜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贱人，原本想着她技术好，我才重金挖她来的，没想到她是打着其他的心思。“你放心，青青，
我立马让他给你道歉，今天就开除他。萧晨拉着我的手，满脸愧疚道：青青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动摇，我没有第一时间维护你，我真是猪狗不如。我摇摇头，原谅了萧晨。毕竟甜甜说的信誓旦旦，他动摇也情有可原。商量好结果后，店长把甜甜带了进来。甜甜进来后，视线绕过我和闺蜜，痴迷地看向萧晨。甜甜立马给顾女士道歉。甜甜怨恨地盯着我，然后不情不愿地向我鞠躬道歉。甜甜被闺蜜开除，临走前她还用沁满眼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萧晨。我原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，却没想到甜甜会再次搅乱我的生活。一天，闺蜜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立马赶到集团总部。路上，闺蜜告诉我，她在一个商业酒会上遇到了萧晨和甜甜，两人相拥离开。她一路跟踪，发现两人进了办公楼，而酒会上萧晨对外宣称甜甜是他的助理。我想不通，一个高中学历的产后修复师是如何成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。我压下心中的疑惑，快速驱车前往公司。到了公司办公大楼后，我被萧晨的特助拦在了外面。夫人，抱歉，总经理现在在开会，你不能进去。我克制情绪问道：开什么会？都有哪些人参会？特助上下打量我一眼，垂眸说道：抱歉呢，夫人，总经理说的要保密哟。我看到了特助眼中的蔑视和不屑，我回退一步，站定对特助说道：你抬头。特助闻言抬头不解地看着我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一巴掌甩在特助脸上，再推开特助，冲到萧晨办公室，不顾后面特助的呼喊阻止，我猛地推开萧晨办公室的大门。只见甜甜跨坐在萧晨身上，萧晨的头埋在甜甜的事业线里，看到两人绯红的脸庞和凌乱的衣服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？我怒气冲顶，拿着门口书架上的书狠狠地砸向两人。听到动静，两人连忙分开。萧晨挡在甜甜身前：青青，够了，我喝多了，刚刚一时迷糊，我和甜甜什么都没发生。萧晨的怒斥声在耳边炸开，我不敢相信，以前对天发誓说只爱我一个人的萧晨会为了一个产后修复师呵斥我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：萧晨，为什么要招他当助理？你明明知道他之前诽谤造谣我。萧晨皱眉道：顾青青，你能不能别在公司闹事？我是公司总经理，我还要脸，不像你，只是一个全职太太，天天喝喝茶，逛逛街就有用不完的钱。再说我堂堂公司总经理，雇个助理而已，不需要向你报备吧？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不敢相信这是一向温柔体贴的萧晨说出来的话。不知爱我的萧晨何时变了模样？见我不言语，萧晨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：你不用觉得惊讶，当时你害甜甜丢了工作，我看他是走投无路才把他招到公司的，我这也算是在帮你积善行德。他越说我的心越凉，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知道你之前经常抱一个野孩子，之前甜甜说你以前生过孩子，我还不相信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我是不得不相信了。我不追究你以前给别人生过孩子，你也别一天到晚盯着我。听到萧晨的话，我恍然大悟，也许萧晨早就不爱我了吧，不然他怎么会说出这样伤人的话？他话还未说完，我身后的闺蜜听不下去了，一巴掌甩在萧晨脸上：萧晨，你真他妈贱，不相信自己老婆，反而信了一个婊子的鬼话。青青经常抱的那个孩子是我儿子，2年前
青青在医院产房抱的也是我的儿子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口中的野孩子是老娘的儿子。呸！渣男！甜甜冲到萧晨身前，张开双手把萧晨护在身后。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？不要为难萧晨哥哥，我早就想扇这个死绿茶的脸了。现在他把脸伸到我面前来，我忍不住狠狠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甜甜应声倒地。萧晨着急地扶起甜甜，顾青青，你好样的！甜甜藏在他怀里，低声哭泣。萧晨低声安慰着甜甜，两人相拥着离开。萧晨，你走了，我们就离婚。萧晨脚步顿了顿，可在甜甜的催促声中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。自我从月子会所回去后，萧晨便以我身体还未恢复为由，拒绝和我睡在一张床上。我以为他是关心我的身体，现在才发现，那时他应该就和甜甜搅和在了一起。闺蜜问道：青青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面无表情道：离婚吧，离婚后再让他从我的公司滚蛋。我给董事会打去电话，要求全公司核查各个职业经理人的业绩，凡是业绩垫底的统统开除。不到2天，核查结果便出来了。不出意外，萧晨的业绩是垫底的。按照规定，董事会有权罢免他的职务。可是为了能顺利和他离婚，我按下了这个消息。处理完公司的事情，我回到家时，儿子安安已经睡着了。望着他肉嘟嘟的小脸颊，我的心都要融化了。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我决定再给萧晨一个机会，只要他今天晚上回家跟我道歉，我就原谅他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从晚上8点等到凌晨3点，萧晨依旧没回来。我给萧晨打去电话，对面传来熟悉的女声：姐姐，萧晨哥哥太累了，已经睡着了，你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，不然吵醒哥哥我会心痛的。挂断电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萧晨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没抓住。这时微信提醒有新的朋友，看头像是甜甜，我顺手点了通过。甜甜给我发来萧晨熟睡的照片，姐姐我可没骗你，哥哥真的累到睡着了。姐姐，萧晨哥哥说你像个僵尸，毫无兴趣，他早就想甩了你的。说完，甜甜开始不停地给我发他和萧晨的亲密照，我一个一个地转发给律师。第2天，我立马联系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。萧晨接到离婚协议书后，看也不看，便直接丢在一旁。顾青青，你能别闹了吗？不就是睡了一个女人吗？多大一回事？再说你一个家庭主妇，离了我可怎么活？到现在他还笃定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离了他便找不到更好的归属。我不会同意离婚的，你自己先冷静冷静。接下来几天，萧晨常常在微信上和我聊天，报备他和谁在一起，在做什么。这天我手机微信又收到了萧晨的消息：青青，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，你别生气了好吗？后面跟着一个香奈儿包包的照片。我心里疑惑，萧晨怎么突然开窍了？以前他可是从来不会主动给买礼物。紧接着甜甜的微信消息跟了过来：姐姐，你看萧晨哥哥为了安慰我，给我买了爱马仕包包呢，怕姐姐知道了不高兴，我让哥哥给你也买了一个包，姐姐喜欢吗？屏幕上两人在奢侈品店亲密的合照，刺痛了我的心。原本还在期待萧晨真心实意地向我道歉，可现在自欺欺人的我就像个小丑一样。我给律师打去电话，让他加快办理离婚事宜。第2天晚上，萧晨一反常态，早早回到家里。宝贝，我好想你啊，我去看看咱们的儿子呢。我冷笑着推开他，你还知道你有老婆儿子？你在外面和小三玩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记得了呢？
萧晨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随后又道：“这不挺正常的吗？哪个有钱人不是三妻四妾？只有你这样没见识的人，才会觉得男人必须围着一个女人转。”听到萧晨如此无情的话，我内心竟然平静得毫无波澜。也许是失望过太多次，所以现在对他已经不抱有任何期望。我冷冷说道：“萧晨，我们离婚吧。”萧晨嘲讽道：“这是你自己选的，顾青青。”我和萧晨最终还是离了婚。萧晨潇洒离开，他把房子给了我，把孩子给了我。在民政局门口，萧晨抱着甜甜道：“顾青青，如果你后悔了，我是不会给你机会的。萧晨，你后悔了，我也不会给你机会的。咱们走着瞧。”周一的董事会上，萧晨一身高定西装坐在位置上，甜甜穿着紧身套装站在他身后。见我进来，萧晨皱眉，甜甜瘪嘴。我点头示意会议开始。萧晨一直紧盯着我。张董向大家介绍我的身份，随后又宣布了人事变动的决定。听到自己被优化后，萧晨猛地站起来：“不可能！张董早就看不惯他。萧晨，你对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吗？你看看你管理公司的这几年，公司像个什么样子？你请吧，我们公司可用不起你。”见目的达到了，我也不想多待，便起身离开。萧晨拉住我的衣袖：“青青，青青老婆，你帮帮我。”身旁的保安推开萧晨，我拍了拍衣袖，面无表情道：“抱歉，我们认识吗？”甜甜冲过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是你对不对？你肯定是嫉妒萧晨哥哥选了我，所以你勾搭了张董，让他开除哥哥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得不到就要毁掉吗？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小三！”看到甜甜一副护犊子的模样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甜甜却破防了，直接大声吼道：“各位董事，你们不要被这个女人迷惑了，她就是一个整容怪，最喜欢给别人当小三小四，她就是靠整容绑上张董的，她怎么可能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？你们不要听她的，这个女人现在还在造谣诽谤我。”我一巴掌甩在她脸上，冷冷开口道：“妹妹，我说过你在造谣诽谤我，我就请你去警局蹲一蹲。”甜甜捂着脸看向萧晨，期望萧晨替她撑腰。萧晨哥哥，可是萧晨毫不理会她的求助：“青青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犯错了，今后我一定用心工作，帮你把公司打理好。”说完，他想来抱我，我一个侧身躲过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和你不熟。按照之前和你签订的协议，你因为管理不善、业绩不佳，董事会有权罢免你的职务，也没有赔偿金给你，你自己走吧。”萧晨还想来抱我，可他被甜甜从身后抱住，挣脱不开。萧晨被公司扫地出门，失去了他最引以为傲的总经理身份。甜甜被警察抓走，因为造谣诽谤被拘留了10天。原本以为这件事就此消停了，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萧晨的无耻程度。知道我真实身份后，萧晨天天堵在家门口求原谅。我被骚扰得不胜其烦，准备搬到另一套房子去住，却没想到第2天保姆就急匆匆地告诉我儿子不见了。这一刻，我脑海里闪过了千万个念头，唯一期盼的就是儿子千万不能出事。我让保姆立马报警，听到儿童失踪，警方高度重视，立马查看监控，终于在一个路口发现了目标。我看着监控视频中的人，忍不住浑身颤抖，居然是萧晨抱走了我的儿子。我给萧晨打去电话，萧晨在电话里嚣张道：“儿子，
我把儿子接来陪我玩2天不犯法吧？确认了儿子安全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不多时，萧晨和儿子被带到了警局，警方口头教育了萧晨一番，便让我们回去自己协商家庭矛盾，不要占用警力。警局门口，我问道：“萧晨，你想干什么？”萧晨笑嘻嘻：“青青，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，就想天天带着儿子一起玩。你说我想干什么？”萧晨笃定我不敢拿儿子的安危做赌注，所以他以为就此狠狠地拿捏住了我。原本打算把萧晨赶出公司就好，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我给萧晨开了一张2000万的支票，收到钱，萧晨爽快地离开。我把儿子送到了爸妈家，让他们务必看好孩子。甜甜此时也出狱了，得知萧晨得了一大笔钱后，甜甜立马又贴了上去。萧晨豪气地安慰甜甜，他很快就会找到更好的工作，让甜甜过上人上人的生活。听到私家侦探的话，我冷笑一声，还想找更好的工作？你做梦吧！我让人放出萧晨的黑料，挪用公款，侵占公司资源，收受回扣，一项项都踩在了职业经理人任职的禁忌上。就他这样还想找到更好的工作，简直就是天人说梦。黑料被爆出来后，萧晨直接上了各个公司的黑名单，没有哪家大公司敢聘用他，倒是有小公司向萧晨抛去了橄榄枝，可是公司太小，萧晨反而看不起。就这样一直找不到工作的萧晨，在朋友的带领下染上了赌博，期望能靠赌博大发一笔横财。萧晨天天泡在赌场里，不到1个月，那2000万就被萧晨输得精光。甜甜见萧晨彻底落魄，便卷着剩下的钱跑路了。没钱后，萧晨还想去赌，赌场便给他签了各种高利贷和卖身契，无一例外，萧晨依旧是时赌时输。最后，萧晨因为还不上钱，被赌场卖到东南亚了。至于卖过去是干什么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再次见到甜甜是在医院，我和闺蜜去医院谈事，遇到甜甜正躺在病床上，小护士在一旁叽叽喳喳说着甜甜的八卦。这个女人上个月才做了蜜桃臀，现在又来吸脂，来得这么勤快，真的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。是啊，身体都还没完全恢复就来，真的是太拼了。甜甜回眸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，她神色有一瞬间的不自然，而后又扬起下巴，故作镇静地与我对视。这时，一群女人吵吵闹闹地走了过来，她们挤开我，指着甜甜道：“就是她，这个插足别人家庭的小三，给我打！”一群人冲进病房，把甜甜从床上拖下来，围着她拳打脚踢。原来甜甜自己才是那个整容怪，她自己才是那个让人厌恶的小三呀。闺蜜办完事后叫我离开，见我盯着病房里发呆，闺蜜问道：“你认识吗？需要帮忙不？”我笑道：“你也认识的，就是那个金牌产后修复师甜甜。”闺蜜翻了个白眼，原来是她呀，真是活该被打。医院的保安闻声而来，拉开了闹事的人群。甜甜跌坐在地上，头发被扯掉了一大块，身下也流了一地的血，整个人看起来破败不堪。看了一眼地上的甜甜，我摇摇头，拉着闺蜜离开。我和闺蜜走到医院大门口时，突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响声，没过多久便听到医生大呼：“有人跳楼了，快送到急诊！”我转身看了一眼，只见甜甜躺在一堆血泊里，周围七零八碎地掉落了一些东西。2个透明的硅胶垫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。原本可以靠自己不凡的手艺过上好日子的，可她偏要走所谓的捷径，真是活该。
我和闺蜜携手离开，外面阳光正好，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，让人浑身温暖。是时候彻底和过去说再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